今年会是中国制造晶片的这个爆发期。华为的董事长任正非统领整个中国几十个研究机构，数千位的研究员。中国为了突破这些晶片，真的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每个礼拜要跟他的督导他的那个人去回报我们有什么困难，有什么东西，你就发现他是一个国家的力量，然后找的是一个最令人佩服的一个企业家，所以我赌他们真的今年会是一个大爆发期，而且很多东西都可以克服。中美科技战，我们来关心中国移动，这个时候开了第一枪，它拒买辉达。那另外，我们今天也会特别来关心到的是华为的升腾，他说上甘岭一战成名，中国算力可以完全的去美化吗？我们今天一起来做关心。好，接下来看到的这一笔采购是中国大陆正式向美国的晶片霸权来说再见的一笔采购案吗？我们要赶快来看到的是，当外界还在讨论说，这个 H200到底要不要卖到中国的时候，中国大陆现在确实直接开了第一枪。那么我们先来看到这个采购案价值1.55亿人民币的一个采购案，涉及到的是一个叫做装置算力的一个服务。那么核心储存的装置，它也特别说，我只买华为的装置。那么更关键的是，中国移动它这个时候大规模的弃用辉达的H200，全面转向升腾的系列。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委员了，刚刚提到这个采购案，其实它的名字非常的长，那到底它是要买 AI 的算力，还是这个特别当中提到的它的装置，它是要买它的装置？那升腾系列他说他要买，会是升腾910B 还是 C？ 效能上面来看又如何做评估？委员怎么看？好，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在研究所教人工智慧教了很多年哦。那么我们每一次在讨论华为的升腾系列的时候，大概都是做片面的讨论，所以我今天特别稍微把它做了一点整理了，就让大家了解一下现在华为的 AI 晶片跟系统究竟发展到什么地步了。首先，我们先讲运算晶片。我们现在讲的所谓的升腾910C 就是所谓的运算晶片哦。那么升腾910C 它现在的单卡的效能大概可以等于 H100， 大于 H20。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时中国大陆不愿意接受 H20 的原因，因为我升腾910C 就已经够厉害了。那你更不要提到说，因为 DeepSeek 的效应，当时 DeepSeek 号称说我面对硬体的封锁，我就用软体突围，所以他们在演算法做了创新。因此，升腾910C 搭配了 DeepSeek 所做的演算法的这个改变哦，那么它现在在这个 AI 的训练跟推理哦，大部分都可以完成这些任务了。这是我先讲的运算晶片哦。可是做 AI 的系统不是只有运算晶片的，第二个它要的是什么？是记忆体晶片。这就是最近为什么记忆体这么红的原因啊！因为现在全大规模的在建设算力中心，大家要开始训练大模型，当然需要记忆体啊。那么现在的华为的系统，它的记忆体晶片用的是中芯国际的，它用 N+2 制程所生产出来的，大概是7奈米啊，大概就是7奈米的规格。那么，但是这样的这个中芯国际现阶段当然它的功耗跟它的散热是有一定的压力存在的所以你看到他们在这个冷却的这个装置上，他们要投入一部分的经费对，但是华为用了这个中芯国际所制造出来的这个记忆体的晶片它做了多晶粒封装的这个技术所以呢，它打造出来的我们叫做这个在研究 AI 的叫做 HBM 就是 High Bandwidth 的这个 Memory 就是高频宽记忆体为什么要高频宽记忆体？因为你在训练 AI 大模型的时候，你要大量的数据丢进去，所以你需要有一定的频宽，然后那个记忆体的容量要够大，因为容量不够大这个 AI 读完这一页的时候就忘记上一页了，那它根本没有办法完整的学习。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华为用了中芯国际所生产出来的晶片，用了多晶粒封装的方式，它已经可以成功的打造出来 HBM 来了。而这样的这个高频宽的记忆体，现在用在训练上已经是没有问题了那么这是我刚才讲到的是运算跟记忆体，接下来就是系统了，因为整个 AI 重点是在于一个系统。那么现在华为采取的战略叫做人海战术就是讲文绉绉一点叫做以量补值就是也许在品质上我还没有追得上你 NVIDIA， 可是我量大我用大量的方式，我人海战术来所以它发展了什么？它用了一个叫做 Cloud Matrix 384的技术，我们叫做超节点连接，它可以把几百粒的晶片同时连接在一起，打造出来一个系统集群。它这个系统集群就可以跟 NVIDIA 的系统集群相媲美了，因为它用非常大的量来完成这个工作。那回过头来讲到中国移动，中国移动是中国大陆 AI 国家队的一份子，
所以当他在打造他的应用体系的时候，他当然要求要做什么？叫应用闭环，就是我所有的所有的这个原料的来源绝对不能够随时有可能受限于外国，所以我要做到的是应用闭环，所以他才会在这个合约上一开始就讲到说我拒绝进口。对。那么中国大陆现在自己的国产 AI 晶片的这个占有率从2024年只有10%，到现在已经到40%了，所以已经到了一个相当成熟的阶段了。更何况这一次中国移动要打造的是什么？是他们的5G的一个核心网络的智慧化。你想想看，这么重要的一个通讯网络的智慧化，它怎么可能会容许说我的晶片如果仰赖了 NVIDIA， 我随时可能会被它掐断脖子，然后我不就完了吗？更不要讲说这个晶片有没有后门呢？那我对我这个国家的整个通讯安全上会有影响，所以它当然会采取国产的。那么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华为比 NVIDIA 更强的一点是什么？因为华为提供的是一个垂直整合的方案，因为你要做5G网络的这个智慧化，你不是只靠一个晶片就可以了，你要有整个系统，你要有伺服器，你要有 OS， 你要有算子库，你要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单元要结合在一起。华为可以提供，可是 NVIDIA 只能够提供它晶片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中国移动，你说它选择华为，当然是有它的道理啊，它不仅仅只是因为这个 AI 国家队那必须要选择华为，而是因为华为的确能够提供给它更好的服务品质。好，所以中国移动开的这个第一枪，对于华为来说，等于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鼓舞开启的就是这个全国产的第一枪。那所以我们来看到华为的董事长，他也特别的形容说，这个叫做上甘岭战役，也就是说输了确实我们就没有退路，但是如果赢了就可以改写历史。这一次的订单规模，确实刚刚我们特别提到的有这个升腾晶片嘛，那现在计算起来是1800颗升腾 910B、910C， 那另外就是伺服器，训练伺服器一共是200台左右。那包括我们 CG 上也看到，许多的厂商也开始加入国产化，买中国大陆的这个国产化的这个设备了，包括了中国电信、联通，他说国产占比至少超过50%，广电网络也说要全国产化，寒武纪、摩尔县城也是这么说。那舰长又怎么看？我很久以前看到一个这个 YouTube 上面的一个专家在那讲，他就分析中国的这个晶片的能力。那当时因为你就知道，中国现在大概被各种卡脖子还突破不了的，让我们感觉是高阶晶片嘛。然后他就说，他们一直在努力的突破，中国大陆在努力的突破。他认为2026就是今年会是中国制造晶片的这个爆发期。我当时一看到这，哇，这么厉害！后来我看到另外一则新闻时，我真的是相信的。为什么你知道？他说中国为了突破这些晶片他真的是利用国家的力量在做这个事情。他们指明谁来负责呢？华为的董事长任正非，任正非统治了大概统领整个中国大陆的一些研究机构，几十个研究机构，数千位的研究员。其中有专门的100个大学生在做逆向工程，就是硬体在做那个光刻机。每个礼拜，任正非要跟他的就是说官场的那个督导他的那个人去回报，我们有什么困难，有什么东西，你就发现他是一个集国家的力量，然后找的是一个最令人佩服的一个企业家，就任正非。任正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商人那从他那里看，我就觉得哇。可以期待，因为他们真的是利用一个正确的方法。然后这个事件呢，买的这个东西让我觉得是这个2026年看年出的一个东西，叫做一叶知秋。这个东西你别以为就是一个东西，一个东西拉上来，所有的技术几乎都跟着起来，而且又是任正非在督导的，所以我赌，他们真的今年会是一个大爆发期，而且很多东西都可以克服。好，2026中国大陆的 AI 大爆发，那所以在这个另外一方面看，在美国的眼里就特别的刺眼。美国持续的针对于这个辉达来做砍刀，这个时候会不会对辉达就更加的不利了呢？我们看到的是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他要求辉达接受 Know Your Customer， 就是 KYC 的这个条款。他说，凡是呢你要卖给中国，你就要交出客户的资料，并且接受政治的审查。辉达就说了，如果条款不具有商业的可用性，市场其实会去转用买其他的这个产品的。华干哥又怎么看美国的这个限制对于辉达来说更加的绑手绑脚 ？KYC Know Your Customer， 如果我不了解我的顾客怎么办呢？对不对？我就是太了解了，我太了解。我跟你讲，真的，如果说你要让那个
字节跳动，也就是抖音的母公司，它没办法运转的话，我跟你讲，美国消费者会气死，对不对？因为他们都看抖音的啊，川普自己都在看啊。那你现在好，字节跳动会受到影响，阿里巴巴也会受到影响，很大的影响。其实很简单，你要知道哈，辉达它的上头哈，不仅仅是辉达，英业达也是这样，大家都一样啊。他们上头说一定要 know your customer， 就是说你一定要了解你的客户，不会把像 H200这种高阶晶片用在军事用途上面。接下来关心全国产晶片 AI 的模型，现在突然间横空出世了，在中国大陆。那么北京也另外反手要来封杀美国的 H200软体，希望去西方化。中美科技战正式翻篇，今天一起来做解读。好，川普现在呢最新喊话，他说要有条件的，终于是要来放行他的 H200了。没有想到，我们看中国大陆立刻出现了一个逆袭，直接端出了一个完全不用靠美国的成绩单。他是谁呢？他就是中国 AI 的新创智谱，现在说要跟华为一起合作，他们正式的发布一个是完全国产的新一代图像生成模型 GLM Image， 好，包括了接下来从晶片到框架、训练到模型，全部100%都是国产化，完全不把这个有条件放行的 H200放在眼里，也等于是对美国的科技封锁来做出一些回应。我们来看到这个 GLM Image 特别使用的东西，包括了它有这个来自于升腾的训练服务器，还有深思的框架跟多元的模型。重点来了，生成一张图片其实只要0.1元的人民币，被视为是中国大陆把 AI 从这种高端的奢侈品一下子变成了工业化的耗材，打断了美国高端的这种算力垄断的神话吗？代表说顶级 AI 接下来不用再看美国人的脸色吗？那这个 GLM Image 到底有什么样子厉害的地方？为何能把成本压得这么低？委员怎么看？我们首先解释一下什么叫 GLM Image 哈，这个 GLM 就是通用语言模型，就 General Language Model， 就是用语言在跟机器对话的过程里面可以产生图像。我用中文讲，我用英文讲，什么语言？告诉他说，你帮我画一张思敏的画像啊，他就帮你画出来。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 AI 的运作方式。如果是图像到图像简单，语言到图像，这有时候难度会比较高，特别是中文的语言。那这一款由智谱跟华为共同合作的 GLM Image 哈，它是用系统来跟美国的系统竞争。如果晶片对晶片，可能美国会比较强，但是整个系统的时候，它就是截长补短，变成它有竞争力。但它使用的机器是什么？用升腾的 Atlas 800TA2， 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伺服器，在训练伺服器，专门在做 AI 训练用的。然后它里面装什么东西呢？它装了一个华为自己做的鲲鹏 CPU， 很强的 CPU， 不 GPU 哦。它 GPU 装在另外一个伺服器中的伺服器。叫做 4U AI 伺服器，那里面装的就是这个升腾的 GPU 晶片它是这样的一层一层架构上去。那这部是硬体的部分，生思的 Mindsport 是什么？他说的好了，我这个晶片可能跟你无法竞争，我就用一个统一架构，让我的这个训练伺服器跟周边设备所连成的终端所连成的整个系统效率会赢你，我截长补短赢你。那这个就是那个生思所设计的 Mindsport 的统一计算架构，你就把它想象成 iOS 或者想象成这个华为鸿蒙这种概念，那就可以哈。那再来呢，会完成 SOTA 级的多模态模型训练，就是 SOTA 就是即使我不要以为什么专利，它叫 State of the Art， 它是叫 SOTA 就是目前最顶端的图像，比如说太空船的设计、航空母舰的设计不是一般的这种所谓的帮我画我母亲的图像，不是那么简单的，这种很复杂的图像的一个设计等等，那叫 State of the Art， 就是说我们这个系统里面当前行业上最顶级的图像生成是什么样的图像生成？3D 啦，或者是3D 类什么之类的东西，可是重点在成本。他用这套的全部都是国产的，把成本给压缩到一张图，当然他没有讲这一张图是什么图是0.1元人民币
我老天娘，打遍天下无敌手啊！哦，这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就是即使再复杂了，你用最基本的就是0.1毛的这个人民币，再复杂了也是比你美国的便宜啊。那便宜的话，工业界就可以用，因为你的太贵了，工业界想让我实验室用就好，我生产线用量那么大，对不对？我要节省成本啊，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它接上3D 列印啊。接上各种机器人啊等等，很抱歉，它就是成本比你便宜，那效率一样，成本比你便宜，我就可以在业界生存。所以华为啊，这个大陆上有很多新创的 AI 哈的这些公司哦，很复杂。那如果像智谱懂得切到这个 mind sport， 就说，哎呀，你这个有一些 GPU、CPU， 一下子什么训练伺服器，一下子 AI 伺服器。还有终端使用，还有在远方也要上来使用，这么复杂，我来设计一个统一计算架构，就是鸿蒙系统那种概念。那我只要让很多操作的很方便，不用太复杂，比如说医院用的，它也可以用，工厂用的也可以用，那太空船发射的也可以用。那请问你？我需要这么多那个什么 AI 程式设计师嘛？我成本都整个降下来了。是。那总共来讲，能够到达 SOTA 级的，那是顶端的东西。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完全的全国产的晶片 AI 模型横空出世。那刚刚说了嘛，价格低到不行，一张图片生成只要0.1元人民币。那现在美国如果说要放行 H200，对于中国大陆来说还会具有吸引力吗？我们看到是路透社爆料的说，中国海关已经通知辉达 H200了，不准入境。就算你美国开放，但是中国大陆方面现在态度是说，除非必要啦，否则是一律暂停购买的。其实呢，美国当时在放行 H200之前，还有非常多的限制，一共是3重限制。第一个技术阉割，第二个用途追踪，第3个是总量限制。结果没有想到大陆是完全不要了。赖老师怎么看？大陆当然知道美国想要干嘛，美国也要透过这个 H200要掌握你的 AI 的发展方向，跟 AI 的这个使用的一个途径啊，他也想了解透过 H200来掌握中国大陆 AI 的发展现况，所以他当然希望你使用，可是他要完全掌控你这放在哪里。那对大陆来说的话，因为美国的法律有规定，他们的所有的数位产品都必须要留有后门，给他们的情报人员。可以去无限制的、自由的进出，从后门进出去了解这个使用者他的所有的相关的产品，任何通讯产品、任何数位产品都在他们的法律规范之内。那当然，黄仁勋一直在强调说他的晶片绝对没有后门，他一直在强调，但是法律有写。可是黄仁勋又强调他绝对遵守美国的法律，那这个就很特别了嘛。遵守美国的法律，又说没有后门，但是美国法律规定要有后门，那这怎么解释？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解释开，没有解释开。对大陆来说的话，他知道美国为什么会突然间从 H200从 H20提升到 H200，那就是因为中国大陆的910C 也已经发展起来了，也就是中国的升腾的910C已经出来是对标的，910D 也出来了。那这样的情形下的话，你在控制 H200的意义不大了。对美国来说，干脆的钓鱼。钓鱼它有3重的功能，第一个就是我来掌握你的发展。我如果真的有后门的话，我掌握你使用者，我控制住你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产品追踪。那么如果有后门，哪一天我从中来窃取我所要的资料，所以大陆这边的限制很明白，就是而且已经开会了昨天就开会了。把业者都找来，而且据说是态度很坚决，而且很严厉的，也就是谁违反谁试看看，谁偷偷的想方设法的弄进来，谁违反谁试看看，那也就是这个等于是一种警告了。对，那我相信这种警告是绝对有效的所以如果要进来的就有大学可以进来，但是要经过特批，那因为你大学你要进这个东西，你要做研究H200或者研究这个黄仁勋的 NVIDIA 它是怎么运作的，那可以。可是如果你要把它用在商业用途不行。那美国的目的在哪里？美国的目的是要打趴你的这个 H200的相类型晶片的一个发展，也就是 AI 晶片的发展产业不让你中国有活路，因为他知道阿里跟腾讯还有他们百度，他们也要自己要做自己的 AI 晶片，他不让你有晶片发展的空间。
那他也知道华为已经做出来了，他不让你有空间，所以在这个时候卖，你卖中国大陆告诉你不能进，那不能进的话，等于是保护了中国大陆自己的产业，因为它根据的是你的歧视性行为，根据国家安全法，那你美国的产品不能卖，也没有违反 WTO 的规定，因为这是你美国设的游戏规则，我就按照你的游戏规则用在你身上。这个对黄仁勋的消息来讲不是一件好消息，所以它股票蹦一下就往下挫，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是好，这个是中国大陆对于这个美国的西方的晶片的一个封杀。那其实不只是对于 AI 晶片的一个封杀，现在呢是说连这个有关于来自于美国跟以色列的相关的，包括了资安的软体也要完全封杀，而且封杀的这一些软体商都是重量级的，其中一家包括了博通旗下的公司哦，理由当然还是以国家安全为由，一次封锁12家来自于美国跟以色列的资安企业，要完全去西方化吗？李将军怎么看？中美科技战原来都是美国在卡中国的脖子那主要那时候中美科技战主要限制的，我们讲小院高墙，大概就是主要是在晶片方面但是没想到现在中美的科技战已经扩展到资安的软体工程也在做这中美科技战。那现在我觉得以前美国对中国通常都是用国家安全为一个借口，为一个理由来卡住中国脖子，不将这些晶片或者将技术提供给中国。现在没想到中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以国家安全的理由来反制中国，然后限制自己国内总共的各个企业不可以买这资安软体这资安软体事实上顾名思义，如果软体工程来讲的话，跟硬体最大的差别就是说，主要靠的是脑袋嘛。那如果说中国的工程师这个资讯工程师有这能力给他假以时日来讲的话，他一定可以设计出相关的资讯安全的软体所以不见得都要跟你从中国买。我觉得从这方面，从软体来着手跟美国做一个对抗，是最容易下手。硬体的部分，或许你限制于艾斯摩尔的光刻机啦或者是晶片的设计，可能还有很多的门槛要卡住。但是软体纯粹就是靠智慧、靠脑力来设计，所以说中国从这方面来着手，确实是对的。那目前我们看到中国总共美国来讲是博通这家公司，它旗下的相关的企业，还有以色列这个 Checkpoint 它底下企业来做管理跟限制。中国自己本身来讲，国内的企业够多，它市场也够大。我想，如果说将美国跟以色列这些资安软体公司限制在外，那也可以鼓励自己国内的相关资讯工程的这些设计更好的资安的软体提供国内企业来使用。那我也相信中国自己有这个市场，它应该可以发展做得出来。然后，当然对美国来讲的话，他们就少了一个市场，少了一个生意。DeepSeek 现在横扫了全球，现在最新消息是，连微软的执行长也认了他说美国输掉了这一场 AI 竞赛，真的是这样子吗？等一下我们会来就深度做一个比较深度的一个解析。另外就是 DeepSeek 它在2月的时候会来发布它的这个 V4，那新的记忆架构会不会绕过 HBM 呢？打穿美国的封锁，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心。大陆现在开发的一整条 AI 路线，正在全球南方这边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掌握。等一下。我们也稍微来看一下目前 DeepSeek 的市占率，尤其在全球南方的表现是特别好的。好，那它现在其实呢，在全球包括在欧洲以外的地区不断的扩张，也让微软的总裁非常的紧张。他说呢，中国大陆 AI 模型 DeepSeek 正在欧美以外的世界全面扩张，而美国他认为很可能就会输掉这一场 AI 竞赛了。来，赶快看到的是市占率，在目前中国市场的话，目前是高达了89%，自己在用 DeepSeek。那辛巴威市占也蛮高的17%，特别来看到这当中数字比较高的就是俄罗斯，其实有56%，白俄罗斯，那俄罗斯有43%，古巴也相当的高，目前占比大约是落在49%。微软的研究也特别针对了 DeepSeek 到底强在哪里，做了一个比较深入的分析。他说 DeepSeek 不是靠最贵的算力跟这个最强的 GPU， 靠的就是低成本。
开源，可以部署，能够落地，大幅降低了 AI 的门槛。而他认为，接下来下一个10亿的 AI 用户不会在美国，不会在欧洲，而重点就是今天来看到的全球南方国家，他认为会是让 DeepSeek 可以彻底去攻占的地方。我们看到，我们谈了非常多，黄仁勋在谈监管，马斯克谈中国大陆的能源很强，再到微软直接说掉了模型竞争力。中国大陆赢，而我们正在输。美国3大巨头的发言，难道是在承认大陆正在赢得 AI 竞赛吗？这当中技术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占的最重要？厉将军怎么看？这个当全球 AI 的工具在2025年第4季，就上一季来讲的话，全球使用人口是16.3%，但是在跟上一季相比，上一季只有15.1%，也就是说短短才1季而已。全球使用人口就多了1点多%，这个成长速度是非常惊人的。那 DeepSeek 从这个去年1月份开始开发出来到现在刚好满1岁ChatGPT 是满3岁。那为什么会有这么惊人的进展？那尤其是 DeepSeek， 它之所以能够横扫全球，其实它主要是对开发中国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包括到第一个非洲的国家，第二个中东的国家第三个是前苏联的国家。对于这些开发中的国家，具有更大的吸引力。那第一个原因当然是它的这个成本比较低这是第一个。它成本低，那是因为它自己开发的成本就低。我们以 DeepSeek 来讲的话，它做一个训练模型它 V3 的时候训练模型大概只花600万的美元，但是同样如果对比到 ChatGPT Dash 动4这一款的模型来讲的话，它开发成本就超过1亿美元。也因为它的开发成本比较低，所以它提供给客户来用的这种价位就很低。我们这边看到，它现在来讲的话，如果100万的token 来讲的话，它只要0.14美元，然后 OpenAI 来讲的话要2.5美元，对，大概比同级的竞争对手要低了78%。那对于这个开发中国家，当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第二个，我认为它之所以会对这些开发中国家会有很大吸引力，主要是它的系统属于开源系统那开源系统当然这个它第一个就是说，它这使用的客户他可以去修改或建构它的应用程式它也可以用自己这个公司的这种伺服器，或者用私人的云端来做储存，而不必依赖这个大型的依赖外面的伺服器或者云端来使用，所以它用开源系统来讲的话，就可以运用上面是非常的有弹性，那部署上面也可以很灵活。简单的讲就是效果好又好用当然对这些开发国家当然是吸引力很大。我觉得第三个原因，当然 DeepSeek 来讲的话，当然中国大陆来讲，对于未来的 AI 它有大量的补助，这也是它能够成功很重要一个理由。当然还有一点很重要，我觉得它跟华为整个捆绑在一起华为你现在买它的手机里面就有这个 DeepSeek 相关的运用程式绑在它里面。那如果说是借着这个华为的手机可以推广出去，我觉得DeepSeek 跟华为这2家公司可以说是走向双赢。所以未来很可能这个如果说这个因为如果说对照 ChatGPT 来讲的话，它属于这个闭源的系统，那当然开源系统会更加灵活、更加有用。所以我认为在未来可能这么快的一个成长，然后尤其 DeepSeek 才出来才1年的时间，那就已经快要赶上 ChatGPT。那在未来的发展，我觉得等到 V4 出来它更有长足的进步。那全世界对于已开发国家的这种企业来讲的话，它会推广的更快。然后运用的会更广。好，现在预计是说 DeepSeek 的 V4，刚刚将军帮我们提到是在2月份的时候就会登场。那标榜的就是说它的算力跟记忆体不会被 HBM 跟 GPU 给绑架。杨老师又怎么看这一点？这是第一个问题。再来就是 V4能够对目前的 GPT 还有 Gemini 等等带来多大的威胁？现在 DeepSeek 碰到的问题就是它的硬体算力的层面受到了就是硬体的这个限制那在整个算力会受到影响。那可是，在现有的算力跟就是参数如果相同的情况之下，它如何能够提升它的表现，让它又快又聪明？
那他就在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梁文峰和北京大学的团队，这篇文章的这个题目叫做“基于条件查找的条件记忆”，那大型语言模型稀疏性的新维度，所以他就建构了一个新的，就是等于是叫做这个语言模型。那这个新的语言模型可以在同样的算力，甚至在更小的算力之下，它能够达到一个更高的这个效率。那因此你去看到它接下来这个 V4的这个模型呢，说要在2月出来，就会以这个所谓的条件记忆的这个架构来去推动。那这个跟过去 V3 甚至跟其他 ChatGPT 都不一样。那这个文章已经发表出来，可是呢，真正会应用是马上 DeepSeek 的这个 V4。那因此你就会看，它会提升模型在知识调用、推理、代码、数学等任务上的表现。所以也就是说，它绕过了必须要有一定规格的这个 GPU 的叫做 HBM 就是所谓的高频宽记忆体。那但因为这个高频宽记忆体在整个中国大陆现在对于辉达的这些晶片的这个限制，也一方面是国安限制，一方面也希望中国大陆自己本身能够更快的能够技术这个自立自主。所以呢，在这种限制之下，那 DeepSeek 以及大陆的这些开源的这个 AI 的大模型呢，能够怎么做？他发表出这一篇文章，也就是新的一种模式。那这个新模式，就基本上其实你被这个打压之后我去寻求一种新的活水，就找到了。那现在这个应用，我们不知道实际上效果可能会如何。等它 V4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检验。不过以它在全球的市场跟中国大陆的市场而言的话，我觉得它的检验度很快就会知道这个结果的。好。不过在 AI 领域，美中还是有各自的强项。美国在这一种最强模型上面还是比较强。那中国强调的是，可以复制的 DeepSeek 可以落地，比较容易平易近人等等。到底谁可以走得比较久？那张将军又怎么看？我认为这样子，因为要从几个来看。那个美国的不管 ChatGPT 还有中国大陆的这个 DeepSeek 来看呢，因为 DeepSeek 虽然是这个后面出来，但是有时候会后发先至。为什么？你把人家的版面呢都知道，然后自己再调一下它哪个地方是短板，再把它补强。有时候往往变成后来居上，因为你的我都具备啊，但是我现在就新加出去了，你没有，所以它有这一方面的优势。我们看，然后中国大陆的 DeepSeek 是低价抢进。那低价抢进的状况之下呢，就像我们感觉到，就拿大疆无人机来做比喻，那大家便宜啊，那便宜又好用啊，因为大家很熟悉，那个就几个按钮操纵一下就会飞啦，又会组装又会飞，那这个好方便了。以前感觉到哇，飞无人机好像有点学问，有点技巧你要有点空间概念也可以，不用，你一般的小学生他就会了，就变成你方便。那 ChatGPT 是这样子，但是 DeepSeek让你更方便，是这个。第二个优势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有普及版跟这个专业版。普及版这个门槛非常低，那个小学生、中学生他输入关键字他就会用了。那专业版要钱，那以后普及版到最后都不用，就跟我们讲的那个 Microsoft 的 Windows 到时候都是免费的啦。中美之间的 AI 晶片战争现在正式进入到下一个段位。今天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华为的升腾950挑战5奈米等级。赶快来看到，这是华为新一代的升腾950家族，确定呢会在明年2026年初就正式的推出，会有2种主要的型号，950PR 跟950DT，而且这一次还会首度的搭配华为自行研发的 HBM 高频宽记忆体，会是大陆第一次尝试在 AI 的晶片最核心刚刚提到的就是有算力，再加上记忆体的双核心上，等于是摆脱了来自于西方的供应链。制程呢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现在根据了解，会采用的就是中芯国际具有5奈米等级 N+3 节点来进行制程那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特别请教尚志哥怎么看呢？升腾950如果采用中芯的刚刚特别提到这个 N+3 的这个节点技术，算力表现是真的能够如他们预期的接近5奈米，甚至是更高吗？那刚刚也提到了，还会首度的加入自行开发的 HBM 记忆体，在晶片上等于是有什么样新的一个技术吗？尚志哥怎么看？哇，华为不负众望，在2025年的年底之前，终于推出他们这个升腾950系列的晶片。大家一定要了解在中国大陆的晶片，所以华为现在一个是所谓半导体晶片，像手机里头那个叫半导体晶片，另外一个是 AI 晶片。
所以我们现在在讨论这个升腾的华为是 AI 晶片，所以它直接打击的跟竞争的就是辉达为主的部分的市场。那这次其实全世界在关注的这个升腾90晶片，首先大家外国特别关注它究竟是 N+2 7奈米或 N+3的技术，也就是如果这次真的能够做到 N+3，能够5奈米，而且可以稳定做那么多、做那么稳的话，那就表示这个中国大陆很恐怖哦，5奈米已经非常熟了，而且表示5奈米它能够推出成熟的商品，就表示后面其他的可能3奈米、2奈米都往下攻了，都正在攻了哈。所以这是国际很关注的。但实际上就市场上关注的是，它现在这个950 PR 是比较基本款。也很厉害了啊！950第一梯非常非常强哈，它是每秒钟可以到4TB 的运算。晶片本身，当然我们现在拿跟辉达比吧，严格来说跟辉达的 H200，还不要说他们的 H800 最新的 H200，其实大概只有他们的运算功率的1半多一点点。看起来是不是落后辉达？不是哦，要注意，整个华为在开发升腾晶片，可不只做这个晶片，它开发全部的系统，因为它要避开这些所有可能专利被卡脖子的地方。中国大陆最厉害的地方要注意，现在华为的 AI 晶片，首先第一个是它的封装能力，在做这个晶片有它独到之处；第二个，华为自己的通讯网络能力很强，它的晶片彼此的沟通可是比辉达的晶片彼此沟通要更厉害。这一次也有它的光通讯的独特之处。另外第三个华为最来就是它的多晶片的架构，甚至叠来叠去。我过去在视频节目说过，它这个部分能够多到最后变成是叫做 super cluster， 就是超级重极多的大的不了，连来连去，而且彼此大家都能很大的沟通。甚至它有一种叫做零渠，是它的专利技术，彼此之间还有一些特别可以存的效率渠道，是还大家不知道有多厉害。简单讲，华为的晶片虽然还是输辉达只有 H200的一半，但它整套系统端出来，这个系统的解决方案看起来是香饽饽，而且跟辉达最后比起来恐怕不会输哦。所以这次年底之前，华为这个 AI 晶片为什么一新耳目？国际很担心，如果你5奈米都可以做到，哇，那未来如果再继续往下走的时候，华为的晶片会厉害到哪里去呢？好，这个是华为的 AI 晶片，现在这个美国看在眼里，当然也是非常的紧张了。那所以中国大陆的政府也乘胜追击哦，这个是彭博最新披露，其实也是非常的担心，因为大陆现在考虑要推出一项。金额700亿美元，换算高达2.2兆新台币的半导体奖励计划，是目前呢全球规模最大的，而且是国家支持的半导体计划。那 AI 沙皇是这样说的，他说中国大陆先前拒买辉达的 H200，很可能就是因为有这一套扶植计划，所以他们有了底气可以做这样的决定。那路透也说了，已经中国明确的要求了，说不得采购外国的 AI 晶片，会让这些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订单来流向本土。一直到2028，国产晶片制造商的市占率就可以突破到90%。辉达危机会在眼前吗？谢老师怎么看？一定会的，因为这个不是说这个产业的竞争，这个牵涉到国家的安全跟机密保护。我跟你讲，所有的芯片它都有内部的这个有这个程式，它可以给你关掉。这个所以这个连商业的很多这些很多的重要的这个制造设备。它这个生产商，它都有内部控制的这些这个机制的，为什么呢？我有朋友做这行，他说我们东西卖出去了，结果买货的人不给钱了，不给钱的时候怎么办呢？就说你拒止付钱，对不对？你挑毛病，我把你机器关了。所以这个关别人的机器，这个是做机器人，他的基本上他就有这个能力。你如果中国大陆在芯片上都是依靠美国的话，那美国哪一天把你都关了？另外，它后门程式把你机密全部收了。所以，作为中国这么一个大国来讲，它一定芯片要自给自足的。它能不用你外国的，它绝对不用外国的。这就跟这个 GPS 一样，中国一定要搞北统系统的，不可能用你的这个导航设备的。所以，只要中国大陆能够生产出相关的设备的话，它一定不用美国的。所以NVIDIA 在中国大陆市场不会看好的，一定是慢慢被取代的。所以中国大陆在这方国家的补贴是越来越多，补助经费。那事实上的话，这整个这个 AI 的生态这个结构，黄仁勋讲了，第一个电力，对不对？这是很重要。第二个什么？芯片，还有它的这个生态系。第三个什么？基础设施。第四个就是 AI 的大模型。第五个是什么 ？AI 的应用。中国大陆只有芯片上面稍微差一点而已
现在刚刚上次讲，差不多已经跟 H200差不多1/2的能效了啊。那很简单嘛，你算力中心你一个，我用两个可不可以？我用3个可不可以？对不对？所以就变成就是说，这个部分中国大陆一定会克服的，绝对不会在芯片上再依赖美国的芯片。好，这个是一方面，是中国大陆它在加强这个国家的支持。那另外一方面，为了迎战大陆，美国呢也有一些推出了新的他们的制造方案。这是美国的几个学界，包括了史丹佛大学等等的学校，他们联手宣布的，成功制造出了这个号称是全球首个单片式3D 机体电路，号称能带来1000倍效能的提升。核心来带观众朋友看到几个点，他说呢，可以突破传统的2D 平面设计，把记忆体跟逻辑单元是直接堆叠在同一个晶圆上面，逐渐层建构。那么用的是低温制程，避免破坏这一些底层的电路，可以形成高密度的垂直互联，提升资料传输的距离。现在说这个是首款的3D 机体电路，但是其实被爆出说，大陆之前也有公开过类似的这种堆叠键合的高度相似度。到底谁比较领先？干哥怎么看？你刚刚讲的非常科技，也非常科幻的，对不对？像我跟你讲，大陆半导体产业的副理事长魏少军他就讲说，我们也能做，而且我们的做法，你有听过，但是你绝对不相信，我们现在到大陆已经做到。也就是说，真正的黑科技，它用14奈米的制程。搭配18奈米的DRAM记忆体人工智慧晶片，结果你知道，他说我的效能可以媲美辉达的4奈米，哇，业界都睁大眼睛，这怎么可能？14奈米跟一个18奈米结合起来可以达到4奈米。他说我是用什么方法？我是用同对同的高密度连接，它可以显著提高它的效率，然后它可以减少什么？减少耗损的时间，你知道 AI 寻找的那个耗损的时间，那业界就说这个大概是吹牛吧。他说你认为我是吹牛吗？好，我可以告诉你，其实大陆国家在这个明年它就会推出700亿美金的预算，也就是说700亿美金那大概是一个国家，我看是 GDP 了，已经不只是国防预算了。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萨克斯所讲的，萨克斯讲的很简单。当初是我叫川普赶快卖 H200给他，为什么？有一天华为就赶上来了。结果现在我跟你讲，我不确定。萨克斯说我现在已经不确定了，因为我发现大陆不要，或者是说他说对于这个国内企业要购买那个川普已经同意出售的 H200，他这个大陆这边会有审核机制，代表什么？代表说其实大陆他不是那么希望 H200卖过来。